想象一下，你失业找工作已经好几个月了，政府福利项目帮你支付房租、水电费和食物费，但这只够你勉强糊口。终于，你收到了一个申请工作的回复，你收到了几个月来的第一份薪水，事情似乎正在好转。但有一个问题，你新工作的薪水恰恰让你不符合领取福利津贴的资格，而不足以支付你的正常生活开销。更糟糕的是，你必须支付上班的交通费，在办公室期间的托儿费。不知怎的，你现在的钱比你失业时还要少。经济学家称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为福利陷阱，影响世界各地数百万人的众多不同的贫困陷阱之一。贫困陷阱是一种经济和环境状况，它自我强化，使贫困世代延续。一些贫困陷阱与个人的情况有关，比如缺乏健康食品或教育。其他因素甚至可能影响整个国家，比如周而复始的腐败政府或气候变化。但福利陷阱的残酷讽刺之处在于，它们源于与贫困做斗争的政策本身。历史上，大多数社会都会采取一些手段来帮助贫困人口满足基本需求。在20世纪之前，宗教团体和私人慈善机构经常领导这类活动。如今，这些被称为福利项目，通常采用政府提供住房、食品、能源和医疗补贴的形式。通常，这些计划是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，这意味着只有低于特定收入水平的人才有资格获得福利。这项政策旨在确保资源流向最需要的人，但这也意味着，一旦人们的收入超过特定门槛，他们就失去了获得援助的资格，不管他们的财务状况是否稳定。这种恶性循环对贫困与不贫困的人都有害。主流经济模型假设人们是理性的行动者，他们权衡自己选择的成本和收益，然后选择最有利的前进道路。如果贫困人口知道他们不会从工作中获得任何净收益，他们就会有动力继续接受政府援助。当然，人们工作有很多原因，包括社会规范和个人价值观，但收入是追求就业的主要动机。当越来越少的人从事新的工作时，经济就会放缓，使人们陷入贫困，并有可能将人们推到贫困的边缘。一些人建议完全取消政府援助计划，可以消除这种反馈循环。但大多数人认为，这种解决方案既不现实也不人道。那么，我们如何重新设计福利，才能不惩罚工作的人呢？许多国家尝试了不同的方法来规避这个问题。有些政府允许人们在找到工作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领取福利，另一些政府则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取消福利。这些政策仍然移除了一些工作的经济鼓励，但陷入福利陷阱的风险较低。其他政府为所有公民平等提供教育、儿童保育或医疗等福利。一个提议将这一福利普及的想法进一步推广。全民基本收入将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固定福利，无论其财富或就业状况如何。这是唯一可以完全消除福利陷阱的已知政策，因为任何挣来的工资都会补充福利，而不是取代福利。事实上，通过创造一个稳定的收入底线，可能会从一开始就防止人们陷入贫困。自18世纪以来，无数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一直支持这一观点。就目前而言，普遍基本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假设性的。虽然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有限规模的试验，这些局部实验并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该政策将如何在整个国家实施，甚至在全球。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战略，解决福利陷阱都需要尊重人民的代理权和自主权。只有赋予个人权利，使其生活和社区发生长期变化，我们才能开始打破贫困的循环。TED-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，通过向我们的 Patreon 捐款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。